他被儒教尊为帝君，被佛教尊为护教伽蓝，被道教尊为天神，他就是史上最强战神关羽。但历史上真实的关羽却并没有那么的完美，没有温酒斩华雄，也没有过五关斩六将，斩颜良是真的，诛文丑是假的，使用的武器也并不是青龙偃月刀。虽然关羽被后世激进神话，但刮骨疗毒斩庞德擒于禁，迫使曹操差点迁都，一生忠义也足以令他威震华夏。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，一口气看懂武圣关羽的传奇一生。关羽本字长生，后改为云长，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。早年因为在家乡犯了点事，只好背井离乡，逃到了幽州涿郡。公元184年，黄巾起义爆发，刘备在涿县组织起了一支义勇军，建立了自己的第一支队伍。恰好流落到涿郡的关羽，便和张飞一起投入到了刘备的帐下，随刘备辗转各地，参与剿灭黄巾军的战斗。但历史上却并没有发生桃园三结义的事情。据《三国志》的记载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人的感情很好，好到连睡觉也要睡在一起。等到刘备担任平原相的时候，关羽和张飞就负责替刘备管理队伍，出任别部司马。随刘备出席活动时，关羽和张飞也侍立在刘备身边，形影不离地保护着刘备的安全。公元194年，曹操因为父亲曹嵩被杀而迁怒于陶谦，于是发兵攻打徐州。陶谦求救于刘备，刘备则和关羽率领1000多人前去救援。等到曹操退兵之后，陶谦表刘备为豫州刺史，关羽便跟随刘备屯兵在小沛，也算有了立足之地。后来刘备的仁慈导致得来不易的徐州被吕布所占，心有不甘的刘备便夺取了吕布军队的黄巾。吕布派遣高顺率军前来攻打刘备，在曹操的帮助下，刘备与曹操共擒吕布于下邳，夺得徐州。只不过这次的徐州刺史变成了曹操的首相，刘、关、张三人也只能跟随曹操班师回到了许昌。衣带诏事发后，刘备乘拦截袁术的时机，袭杀徐州刺史车胄，将关羽任命为了下邳太守，公开抗曹。公元200年，曹操亲提大军出征刘备，刘备寡不敌众，只好败逃，投奔了袁绍。但关羽却战败，被曹操生擒。曹操因为爱惜人才，对关羽的勇武和忠义十分喜欢，于是以厚礼待之，并任命关羽为偏将军。关羽虽然对曹操十分的感激，但是却以不能背弃对刘备的誓言为由，拒绝了曹操伸出的橄榄枝。为了回报曹操，关羽答应要为曹操立下功劳之后再行离去。恰巧此时袁绍派大将颜良进攻白马，曹操便命张辽与关羽为前锋前去迎敌。关羽望见颜良的盔盖，策马冲锋，刺死颜良于万军之中，又拔出佩刀斩得颜良的首级，然后返还白马之围，就此被解。关羽也因功被封为了汉寿亭侯。可关羽在面对重金厚禄之时，却尽封曹操的赏赐，邮书告辞，回到了刘备的身边。后来民间文化把关羽此举叫做千里走单骑，但对过五关斩六将却没有明确的记载。而且文丑也并不是被关羽所杀。公元208年，刘备投靠刘表，屯兵于新野。刘备在得到诸葛亮之后，越来越器重诸葛亮，这便引起了关羽和张飞的不满。但经过刘备做思想工作，关羽才勉强接受了这位年轻的军师。在曹操率大军南下时，刘备率百南逃，关羽则乘数百艘船驶向江陵与刘备会合。但刘备却在途中被曹操大军追上，幸得关羽及时驶至汉津，刘备才得以一同乘船来到夏口。刘备联合孙权在赤壁之战击败曹操之后，关羽断绝了江陵北部的通道，与周瑜合攻曹仁。之后刘备又向南攻取了荆州南部4郡，关羽也被拜为元勋，受封襄阳太守、荡寇将军，并在此期间重修了江陵城。公元211年，刘备入蜀，助刘璋防御张鲁，留下关羽和诸葛亮等人共守荆州。刘备与刘璋决裂之后，在攻打洛城时，军师庞统中刘氏身亡，刘备只好急召张飞、赵云、诸葛亮入川支援，关羽则独自一人镇守荆州，并在刘备平定蜀地之后，被授权掌管荆州地区。当关羽得知素未谋面的马超威降刘备时，
便写信向诸葛亮询问马超的本领。诸葛亮知道关羽心高气傲，便将马超比作了彭越一类的武将，可以与张飞并驾齐驱，但却不及美髯公绝伦一群。关羽看见诸葛亮的回信后，很是开心，并将信件交给了宾客。幕僚们传阅。公元215年，孙权在得知刘备占据了益州之后，希望取回荆州，但刘备却一再推脱，双方据理力争，最终不欢而散。于是孙权命吕蒙和鲁肃准备进攻荆州南部，刘备则从益州带兵回援。关羽认为东吴此时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，就没有过河迎战，而是在河对岸扎营，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关羽赖。而此时曹操却对汉中的张鲁发起了进攻，刘备权衡利弊，迅速与孙权修和协议，平分荆州，这就是三国史上著名的湘水划界。鲁肃病逝后，吕蒙接替鲁肃镇守路口。表面上吕蒙对关羽倍加殷勤广施后，但在暗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攻杀关羽。鲁肃的去世也为日后吴蜀两国的关系危机埋下了隐患。公元219年，刘备与曹操爆发了汉中之战，魏将夏侯渊被刘备大将黄忠所斩，曹操无奈只得退出汉中。刘备自称汉中王以后，将关羽任命为前将军，张飞为右将军，马超为左将军，黄忠为后将军。等关羽得知自己和黄忠的地位一样时，愤怒地说：“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。”拒不肯接受任命，还是经过费师的劝说，关羽才幡然醒悟，立即接受了任命。可关羽的孤傲也终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借着刘备击败曹操的势头，关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卫江陵，自己则率领大军攻打襄阳的吕长和樊城的曹仁。曹操从汉中战场撤出后，立即派遣于禁都率七军3万人前往救援樊城与庞德，屯驻在樊北。关羽利用汉水暴涨的机会，水淹七军，然后乘船攻之，进而逼降于禁，擒获庞德。至此，救援樊城的魏军全军覆没，曹仁驻守的樊城也岌岌可危。加上自许都以南的诸多山贼纷纷遥授关羽业号，甚至连曹魏的荆州刺史胡修、南乡太守傅方也投靠了关羽，致使曹操欲迁都避其锋芒。关羽的声势一度威震华夏。正当关羽势不可挡之时，司马懿向曹操提出孙权定不愿看见关羽得志的猜想，建议曹操以将江南分给孙权为条件，让他从背后出兵攻击关羽，同时派遣徐晃率军救援樊城。先前孙权曾派人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，但却遭到了关羽的辱骂。本就十分恼恨的孙权立即命吕蒙为主帅，偷袭荆州，并亲自率军为后援。加上关羽素来善待士兵，但对士大夫们却很骄横，导致荆州重镇江陵的守将糜芳等人素来厌恶关羽的轻慢态度，不战而降。关羽得知南郡失守后，立即向南回撤。回师途中，关羽多次派使者与吕蒙联系，吕蒙每次都厚待关羽的使者，允许其在城中各种游览，还向关羽的部下亲属表示慰问，所受对待超过以前，最终致使关羽的将士都无心再战。士卒渐渐溃散的关羽只好退至麦城。公元219年，关羽率10余骑出逃，一路突围至距益州不过10-20里的临掬，却遇到了潘璋部将马忠的埋伏被擒，与长子关平双双被害。孙权将关羽的首级送给了曹操，曹操以诸侯之礼将其安葬于洛阳，同时孙权也将关羽的身躯以诸侯之礼安葬于当阳，也称当阳大王冢。而刘备则在成都为关羽建了衣冠冢，也就是成都的关羽墓。关羽也被追谥为壮缪侯。公元263年，庞德之子庞会随钟会伐蜀，蜀汉灭亡后，庞会将关羽全家杀害。虽然历史上的关羽没有传说中那么多的精彩故事，但忠义和武圣的称号，关羽当之无愧。各朝皇帝也都以关羽为忠义的化身，成为教育忠君。